你敢相信吗？一位黑人作家正大光明的去打击了一家银行，随后开着劳斯莱斯摆脱阿 Sir，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哪怕是脑洞比肯尼迪还大的编剧都编不出来。但这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美国的底特律。要不说 AI 无法代替人类呢？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传奇老哥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来自底特律的阿 Sir 史蒂文盯上了这辆白色的劳斯莱斯库里南，因为接到银行的工作人员报案，说是一位老哥在抢完银行之后开着这辆车离开，这让阿 Sir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听错了还是看错了。这玩意儿哪怕是在阿美利卡路上也并不常见，开着这个车出来抢银行，这老哥怕不是出来体验生活的。还真别说，不管是哪个州的阿 Sir， 追车经验再丰富，也没有和这个车的对战经验。瞧瞧这动态，看着就猛得不行。此时阿 Sir 已经是恨不得把脚伸进发动机里帮忙蹬几圈，但却根本阻止不了老哥渐行渐远。尽管是在市区里，但雷达显示老哥的车速已经突破了200。这个车速不是阿 Sir 不能上，而是这一路路口和红灯，加上前方不在少数的 NPC， 阿 Sir 根本就不敢上。170已经是他的极限，而如此车速，老哥居然还能在前方的车流之中左右穿梭，一路大开色盲模式，没有丝毫犹豫。可见这老哥的实力确实了得。咱没有开过库里南，也不知道这车能给老哥带来多少加持。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没有想到这老哥居然是位6星大佬，这种实力哪怕是放在热门大区都是凤毛麟角，碰见这种大佬只怕是相当难搞。这才短短的2分钟不到，就连老哥的尾灯都难找。然而比老哥星级更为罕见的是他的这辆车，这辆劳斯莱斯库里南的基础版就搭载 6.75T V12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563，最大扭矩850牛米。虽然块头超大，但100公里提速仅需5.2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50公里每小时。在这个路口时，阿 Sir 和副驾的队友意见有些不统一，队友认为老哥是直行的，但阿 Sir 却认为老哥在这里右转了。在犹豫了几秒钟之后，阿 Sir 表示方向盘在我手上，我想咋开就咋开，你为什么坐副驾心里没数吗？这一句话怼得副驾驶哑口无言。就这样顺着这条路，阿 Sir 一路上了高速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位阿 Sir 不管是在市区还是高速，他都只敢开到170左右，而老哥在市区都敢跑到200，上了高速之后那更是谈都不提。阿 Sir 本就落后了近20来秒，这样看来，刚才在岔路上究竟有没有走错并不重要。事已至此，还是先向总台汇报吧。尽管此时的阿 Sir 还没有放弃，但结局早已注定，输给了驾驶库里南的6星大佬。阿 Sir 并不冤，毕竟不论是车还是人都不是一个等级。此时阿 Sir 的心里拔凉的，堪比武汉的天气，所以晚上睡觉必须裹上神器小鹿泡芙被 Pro， 软乎蓬松，翻身也轻松。Pro 版保暖加倍，也更吸湿更透气。我这条到手就能抄底价，还有3种尺寸和厚度可选。上回没抢到的朋友赶紧冲！小鹿的3层隔离设计，用上下2层软红外发热面料生成暖意，中间的超细纤维和3维立体结构负责锁温。我盖一整晚都很暖和，像开了暖气，旧棉被沉重压身，盖上手脚冰凉，时间久还会有味发黄。哪像小鹿升级吸湿纤维和莱赛尔纤维，蓬松透气，排出水汽，爱出汗的阿 Sir 也不用再受气。7A 级的抗菌 A 类面料，加了控敏抗菌纤维，洗完澡就是一个贴贴，不用担心跑棉，因为内芯有行缝固定，用洗衣机滚也很平整。需要的兄弟礼券入手，到手全年底价送运险，2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，快冲！阿 Sir 和副驾的队友相互埋怨了一会儿，但事已至此，还是先下班吧。已经有了老哥的车牌，只需要顺藤摸瓜，叫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第二天，阿 Sir 对这辆库里南的车牌进行了调查，发现这是附近一家租赁公司的车，租赁人名叫多里安·特雷弗·塞克斯。根据这个名字查到的信息，阿 Sir 发现这老哥居然是位作家，出版了多本著作，甚至还有不少续集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抢银行呢？阿 Sir 认为老哥用的多半是个假身份，在当地弄个假身份租车的大有人在。阿 Sir 并没有当回事儿，而是去到银行进一步调查。和我们想象的那种拿着冲锋枪冲进银行的画面不同，监控显示这老哥在抢银行时居然没有做任何防护。只见老哥两手空空，他走到柜员面前，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把所有的钱都给我，我有一把枪，我会杀光这里所有的人。柜员表示字太丑了看不懂，于是老哥只好把内容念了一下。就这样，他成功从柜员那里拿到了3400美元。看完监控的阿 Sir 人都惊呆了，因为这老哥的身份和租车的身份完全符合。而在对老哥的身份进一步调查之后，发现这居然还不是他第一次抢银行。1个星期前，他用同样的方式在附近的银行拿走了1万美金，柜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屏障大使。当时老哥装作受伤，拄着一个拐杖，但方式却是换汤不换药，在递给柜员纸条后成功拿到现金，整个人的伤瞬间就好了。不仅在出银行的时候
后大步流星，更是在出了银行之后速度堪比博尔特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当阿萨摸清了老哥的底细后，发现早在2002年，老哥就因为和队友在银行一起抢了20万美刀被抓，在被判20年监禁，服刑了18年后，提前出狱的老哥重操旧业，单枪匹马的从2家银行分别抢走了1220美元和810美元，再次被判6年监禁。这么多年期间，老哥也不是光顾着抢银行，在业余期间他还创作了多部爆款小说，哪怕是在被监禁的期间也没有闲着。而这一次，仅过了不到5年，他就被放了出来，在经历了1年完全没有灵感的折磨下，便有了咱们今天看到的画面。这老哥可谓是经验丰富的实战派，也难怪能写出《底特律之王》这样的爆款小说。可这不若把自己当主角了，素材都是自己亲自打的，能不火吗？而在得到了老哥所有的信息后，阿瑟便开始了抓捕行动。经历了6天的调查时间，他们找到了这辆被老哥遗弃的库里南，库里南都能丢，看来这老哥抢银行还真不是为了钱。在当天的晚一些时候，阿瑟便在附近的赌场找到了老哥。至此，这位底特律之王就此落网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又有新的爆款要出了。